叶晨的话让书房里的10人顿时惊骇无比。为首那人转过身，看到叶晨一个人出现在书房门口，皱眉质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我，叶晨哼笑一声，道：我是你们8个加起来都惹不起的人。那人一愣，随即轻蔑笑道：真是笑话。说大话之前也不怕闪了腰，就凭你区区1人就想跟我们8人作对，你知道我的来路吗？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知道啊，你不就是什么骁骑卫的指挥使吗？别说你们8个，就算80个又怎么样？那人没想到叶晨竟然知道自己的底细，惊讶之余，表情也变得无比阴沉，眼神中充满杀意的冷声说道：小子，你真是找死。说罢，他便立刻端起枪，对着叶晨便要扣动扳机。叶晨丝毫不躲，手中忽然寒光一闪，紧接着便听到对方扣动扳机的清脆声音，但诡异的是，除了那咔嚓一声之外，所有人都没听到枪声。为首那人自己也愣住了，他下意识低头看向手里的突击步枪，发现手中的枪并没有任何异常，可不知为何就是打不出子弹。于是他下意识要去再拉一次枪栓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刚上手拉了一下，结果整个突击步枪的上盖忽然间被自己整个拉了下来。他心中骇然无比，还以为是枪出了什么问题。这时他身边一名手下仿佛看到了魔鬼一般，指着他手里的枪结结巴巴地说：指挥使，您的枪。为首那人定睛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赫然发现自己的枪并不是上盖被自己扯掉那么简单，自己的枪是从枪口中心处开始，整个被齐刷刷地切开了。不但枪管被切成了2半，就连枪膛里压上膛的那颗子弹都被齐刷刷地剖成了一个平面，仿佛教科书一般，露出了那颗556毫米口径的横截面，能清楚地看到其中所有的构造，弹头、弹壳、火药以及底火。他整个人已经被吓傻了，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叶晨，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地问道：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叶晨亮出手中那枚由砗磲炼制而成的穿魂刃，笑着说道：诺，就是靠这个。那人眉头一皱，脱口道：区区1块贝壳，怎么可能斩断钢铁打造的突击步枪？不信？叶晨挑了挑眉，玩味的一笑，开口道：看来老话说得对，这人啊，不见棺材他是真不掉泪呀。说着，叶晨表情忽然冷了下来，厉声道：既然不信，就让你试试看。话音刚落，叶晨手中再次寒光一闪，这一次为首那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便看到手中突击步枪的另一半截竟然也从半空中坠落下去。就在他心中疑惑叶晨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时候，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右肩膀处传来一阵剧痛。他本能地看下痛处，这才赫然发现右肩膀处已然只剩下一块碗口大的伤口。那伤口整齐的完全在一条平面之上，其中的血肉筋骨都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还有大量鲜血喷涌而出。他整个人大脑一阵眩晕，又赶紧看向地面，这才赫然发现刚才掉下去的可不只是半截突击步枪，而是半截突击步枪连同着自己的整条右臂。啊！剧痛让他整个人几乎崩溃，他看着叶晨，仿佛看到了鬼一样。经历了3秒钟左右的极致恐惧，他忽然大声喊道：快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另外7人也瞬间回过神来，一个个本能的就要端枪射击。叶晨用凌厉的眼神环视一周，肃杀之气忽然间爆发，整个人高喊一声：谁敢！这一声高喊让7人顿时吓破了胆，手中的突击步枪也仿佛重达千斤，根本就无力将其端起。
为首那人已然绝望，崩溃的怒斥：你们这帮贪生怕死的王八蛋！你们以为这样他就能放过你们了吗？众人吓得不敢言语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叶晨能削断指挥使的突击步枪，削断他的手臂就能削断他们的脑袋，所以为了避免身首异处的惨状，此时谁都不敢冒险将枪口对准叶晨。叶晨看了七人一眼，冷声呵斥道：都把枪给我放下！七人一听这话，连忙不约而同地将枪丢了出去，叮叮哐哐地丢了一地。为首那人此时已经彻底绝望，他知道这七人一旦交了枪，自己就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。于是他一脸绝望地看着七人，开口道：你们这几个贪生怕死之辈，别忘了，就算今天能苟活下去，一旦7天时间到了，你们得不到续命的药，依旧会全身爆裂而死。叶晨冷笑道：你们这些消气味，难道也和死士一样，必须定期服用解药吗？为首那人看着叶晨，惨笑道：你既然知道死士，那这么看来，之前在纽约那批死士也是死在你的手里了。叶晨笑道：看来你也不算蠢。说着，叶晨问他关于这个组织，你知道多少？为首那人冷声道：知道的不多，但即便这样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。叶晨笑了笑，问他真不打算告诉我？那是自然。为首那人冷哼一声：我对英主忠诚不二，绝不会做出任何背叛英。叶晨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忽然一步冲上前去，抓住他的上下颚猛一用力，只听咔的一声，他口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，紧接着他整个人便剧烈抽搐起来。叶晨猜得没错，这人虽不是死士，但口中依旧有装满毒液的假牙，关键时刻只要将假牙咬碎，毒液便会顺着口腔流入腹中，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。只不过这次的区别是，叶晨竟然直接帮他咬碎了那颗假牙。眼看他已然有了中毒迹象，叶晨不屑地讥讽道：好好为你的英主尽忠吧，到了那边别着急投胎，说不定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送他下去见你，到时候你还可以继续为他鞍前马后。说着，叶晨忽然意识到什么，感叹道：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你没见过那位英主了，就算我送他下去，你也未必能认得出来。此刻的叶晨一脸无奈地说道：这样吧，到时候我会让人在他脑门上刻下英主2字，方便你跟他相认。为首那人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紧盯着叶晨，做梦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叶晨有这么大的把握能干掉英主。感觉毒液已然到了自己的5脏6腑，他整个人语气十分崩溃地说道：你刚才为什么不再问我一遍？你再问我一遍，我就告诉你了。叶晨不屑地说道：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你连那个英主的面都没见过，而且出来执行任务，嘴里还要带着装满毒药的假牙，从这2点就能看得出你在这个组织里不过就是个垃圾小头目而已。我觉得你旁边这7个人知道的未必比你少，你死了之后我还可以问他们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